震撼韩国的连环杀手陆东直被捕，关键证据是一本详尽记录其犯罪过程的日记。在记者的追问下，陆东直摘掉口罩，承认了罪行。他的笑容逐渐扭曲。这个人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是这部剧的主角。时间回到3个月前，私底下的东直是个热衷于侦探电影和小说的推理爱好者。虽然看了很多犯罪情节，但胆子特别小。他在一家基金公司做基层员工，每天加班替同事阿浩处理问题，偶尔鼓起勇气指出同事的投资报告有误，却被嫌麻烦的组长老孔斥责和辱骂。这个世界对东直并不友好，但他遇到饥肠辘辘的流浪汉，仍主动给他们送去自家烤肉店的传单，并告诉他们报他的名字可以免费吃一顿。可惜好心没好报，东直指出的问题投资报告让很多股民亏损，老孔和阿浩却把责任推给东直，准备让他背黑锅离职。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发生，在侄子的满月宴上，有些宾客因为这份投资报告亏了大钱，抓住东直大闹一番，原本的喜庆变成了悲剧。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东直的父亲老陆痛斥他是个烂好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背锅，回首自己一生的善良却成了别人的笑柄。心灰意冷的东直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遗书中满是对不起3个字，对不起，从生到死。好人陆东直的一生都在道歉。这时另一个关键角色徐仁宇出现了，他跟踪一个流浪汉进入公厕，用马桶盖击倒了公厕里的流浪汉，精神变态者正式登场。不久后，女警阿宝和他的晚辈阿秀巡逻时，在公厕外发现了流浪汉的行李，流浪汉的手机不停地响，但公厕里却没人。阿宝突然看见了他父亲的幻觉，他提醒阿宝，流浪汉不会无缘无故把所有东西丢在外面，流浪汉失踪的情况非常蹊跷。阿宝发现公厕异常干净，就像是刚被人仔细打扫过一样。阿宝再次检查了公厕，发现少了一个马桶盖，还在公厕入口处发现了白色粉末。画面突变，准备自杀的东直突然胆怯，就在他脚下，杀人魔徐仁宇正在用左手记录着对流浪汉的残忍行为，还将流浪汉的手指刺破，在犯罪日记上盖了血印。流浪汉挣扎时将日记扔得很远，日记正好落在前来查看的东直脚边。东直抓起日记慌乱逃跑，意外被巡逻的阿宝撞到，手机掉入下水道，身上只剩下那本犯罪日记。徐仁宇被外面的声音吸引出来，转身一看，流浪汉和日记都消失了，以为流浪汉带着日记逃了，他不得不花大价钱请私家侦探寻找流浪汉。同时，东直因徐仁宇的犯罪日记生活出现巨大转折，苏醒的东直失去了记忆，错误地将犯罪日记当成自己的，看着自己房间里满是犯罪小说，他误以为自己是变态杀手。阿浩发现东直失忆，欺骗东直说投资报告的问题全是他的责任，还让东直隐瞒失忆事实。简单的东直答应了。负责此案的美女警察似乎早知内情，她指出东直是被推出来背黑锅的。在美女警察的引导下，东直承认他确实不记得投资报告的详情。画面再次转换，变态杀手徐仁宇的真实身份揭露，他是东直公司大老板老徐的儿子。老徐的妻子去世后，与后妻再生了一个儿子徐志勋。徐仁宇在各方面都很像老徐，但不知为何，老徐总是偏爱小儿子志勋。负责投资报告风波的老孔是志勋的下属，徐仁宇绝不放过对付他的机会。负责初审的美女警察是徐仁宇的部下，他多次提醒东直不要背黑锅，目的是通过老孔查出志勋的错误。夜里，老孔得知东直没有替他背黑锅，对东直又打又骂。任何人都有忍耐的极限，受到激怒的东直突然醒悟，明白为何别人眼中他是软蛋人设，这一切都是为了掩饰杀人魔的身份。东直跟踪老孔进了厕所，打算模仿日记里描述的犯罪过程来杀掉老孔。老孔蜷缩在角落，差点被吓尿。突然马桶盖子断了，场面一时间非常尴尬。老孔趁机逃跑了，然后报警称东直企图谋杀，但警察认为施暴者可能是老孔而非东直。他们在监控中看到老孔在打骂东直，误以为老孔是先发制人，东直顺势扮演无辜的少年。老孔苦中有话难以诉说，这场纠纷就这样不了了之。东直逃过一劫，越来越确信自己就是那个杀人魔。他甚至当街调戏一个低配的马东锡，还把一直欺负他的流氓邻居老七吓得腿软。上班时，老孔对昨晚的事情心有余悸，不敢再直视东直的眼睛。看着美女蛇的新一轮审查即将开始，老孔从阿浩那里得知东直失了忆，马上制定了自保计划。老孔和部门的其他同事串通好伪造证据，谎称制作投资报告的那天他们在聚餐，只有东直以有事为由没参加。也就是说，投资报告完全是东直一个人的手笔。失忆的东直被老孔信誓旦旦的话蒙蔽了。在审查暂停后，他查看了犯罪日记，日记记载那天他去踩点准备杀人，自然不可能是他制作的报告，但东直又不能老实承认自己去准备杀人，只能默默承担这个黑锅。另一边，阿宝仍然对之前公厕里失踪的流浪汉耿耿于怀，一直在追查。阿仁找的私家侦探和阿宝、阿秀几乎同时找到了流浪汉的家，阿秀在家里还发现了血迹，这让阿宝的疑心更重了。随后，阿宝在门缝里
发现了东直给流浪汉的烤肉店传单，这传单后来成了关键证据。私家侦探将警察也在找流浪汉的消息告诉了阿仁，他意识到阿仁这次麻烦大了，所有人都在找的流浪汉是通过东直的传单来到了烤肉店。被袭击的那天，他看到东直拿走了犯罪日记，想利用东直手中的犯罪日记揭露变态杀人魔的罪行。流浪汉真的找到了东直，但东直喝了些酒后记忆混乱，误以为自己在失忆前已经杀了流浪汉，以为是鬼魂来报仇，利用自己的长腿优势，几步之内跳上了出租车逃走。可怜的流浪汉最终还是被阿仁抓到了。阿仁强迫他喝下掺了过量安眠药的保健饮品，逼他交出犯罪日记。流浪汉没有透露日记其实在东直那里，还想依靠那份日记翻盘，谎称日记在家里。回到家后急忙锁门，打算报警，但药效发作，他迷糊中昏倒了。阿仁点燃火焰，将流浪汉连同日记一起焚烧，现场被伪装成自杀。流浪汉的死让阿宝非常担忧，他总感觉事情不简单。失眠的阿宝出门喝酒，偶遇东直，两人同桌畅饮。酒过三巡，话题也多了起来。东直得知阿宝常有幻觉，他安慰阿宝，幻觉其实是潜意识在提醒他，接受这些幻觉，他们就会消失。这时东直突然想到了什么，急忙告别阿宝离开。原来东直在安慰阿宝的时候想到，流浪汉的幻觉也在提醒他自己。他决定重新读犯罪日记，接受自己变态的本性。东直自鸣得意，仿佛已经看到老孔遍体鳞伤，跪倒在他面前。阿宝在东直家附近的烤肉店传单上看到了血手印，突然回想起之前的一起老奶奶自杀案，那个案件的现场也有血手印。他赶紧打电话给阿秀，询问流浪汉死亡现场是否有可疑之处。阿秀思考了一会，才记起现场有一瓶含安眠药的保健品。巧合的是，老奶奶自杀案现场也发现了含有安眠药的药瓶。阿宝重新审视老奶奶自杀案的现场，他不再抗拒那些幻觉，而是假设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曾给老奶奶服用安眠药，在老奶奶快要醒来时开启了煤气，并锁上所有的门，从阳台窗户逃离。关键证据出现了，因为老奶奶死亡时窗户是锁着的，所以被判定为自杀。但还有另一种可能，凶手一直未离开，就藏在唯一的逃生窗户旁边。老奶奶醒来后因恐惧自己锁上了窗户。阿宝对比了窗户上的手印和传单上的手印，强烈怀疑这是连环杀人魔的作案，为了寻求成就感，而这些特殊痕迹都是故意留下的。在幻觉的帮助下，阿宝推理出了整个案件。此时东直也刚刚看完了同一个案件的犯罪详情，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变得如此凶残。震惊之余，他慢慢体会到了高智商变态杀手的角色，开始尝试用阿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阿仁刚处理完流浪汉，心情很好，他正在教美女蛇的手下如何对付智勋和老孔。他匿名在论坛上公开东直的名义，爆料公司高层将重大错误归咎于小职员。凭借智勋的智商，他肯定会应对失误。这时竟然有人想法与阿仁不谋而合，在论坛上匿名发帖。阿仁猜测这个人就是东直，他对这个被人认为无能的人越来越感兴趣。第二天，得知这些消息的智勋大发雷霆，果不其然，他像阿仁预测的那样愚蠢的行动，竟然派小混混去让东直闭嘴。在另一边，东直入戏变态杀手后变得更聪明了，他约部门同事到自家烤肉店聚餐，趁机录下了老孔逼他们伪造证据的过程。这时小混混们找上门来，东直的同事和父亲被赶了出去。东直此刻毫无顾忌，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个变态杀手，脑海中闪过黑帮电影的情节，依靠模仿黑帮手段控制了全场。正巧东直楼上的坏邻居老七也是那个团伙的一员，老七被东直吓得崩溃了，老实承认智勋是幕后黑手。场景一转，阿宝联系到宝爸的旧同事求助，借用他的权限查阅了可疑的档案，开始寻找连环杀案的线索。在另一边，东直教训了那帮混混后，逐渐适应了变态杀人魔的身份。他开始尝试用左手写字，继续记录犯罪日记，试图尽快恢复到巅峰状态。这是真正的变态阿仁，在自己的秘密室里拿出了一本全新的日记，表示犯罪还会继续。他和东直同时记录着各自的日记，两人也即将迎来一场对决。东直在自家烤肉店教训了智勋派来的混混，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女蛇的耳朵里。他正苦于没有证据来对付智勋，立刻就假装好心前来找东直，表示要帮他主持公道。但东直故意装傻，什么也没透露。东直应付完美女蛇之后，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计划。他被阿仁的犯罪日记影响，以为自己就是杀人魔，坚信自己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狂。既然这样，他决定像变态杀人狂一样去杀掉智勋。阿仁从美女蛇那里知道了东直故意装傻的事，敏锐地意识到东直背后有其他计划，决定亲自去找东直对话。阿仁去找东直的同时，恰好碰到智勋正打算解雇2名表现差的员工，他打算下周开除表现最差的员工。显然东直会是被开除的人。电梯里，阿仁和智勋偶遇，智勋挑衅阿仁。电梯门打开时，阿仁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在他看来，同父异母的智勋已无生还之可能。老孔也开始策划对东直的行动，
他让东直去看守仓库，不让他参与任何会议。失去信息来源的东直自然难以有所作为。一晚，东直不小心坐错了车站，本能的来到了他失忆前常去的一家店，店主正好是阿宝的父母。阿宝巡逻路过，顺便带东直一程。闲聊中，东直得知宝爸曾是刑警，宝爸因工作受伤，智力严重退化。聊到让人伤感的话题，东直也开始诉说自己的苦恼。阿宝安慰东直，劝他不要太执着于工作业绩，建议他找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来放松。东直听后似有所思。回家后，东直仿佛焕然一新。作为变态杀人魔，他最想做的当然是杀人。第二天去上班，东直脑海中全是杀死智勋的计划，但他毕竟不是真正的高智商罪犯，他想象中的杀人计划充满了漏洞。郁闷的东直决定出去散心。阿仁在天台找到了东直，两位主角正式开始对峙。阿仁试图保护东直，利用他揭露智勋的丑闻。阿仁推荐东直一只肯定会暴涨的内幕股票，东直没有认出阿仁是公司高层，误以为他是来推销股票的同事，应付了几句后就转身离开。阿仁没想到东直不认识他，还以为东直对任何人都会这么对待，保持着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对阿仁来说，东直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就像山菜对道明寺那样。阿仁继续向东直强调内幕股票一定会涨的理由，但东直已经把他误认为是普通同事，还以为阿仁是因为业绩压力大来寻求帮助，心软了，答应去买阿仁推荐的股票。两位男主角因此牵手了，有洁癖的阿仁就这样失去了初恋。另一方面，东直的姐姐看到有关工薪阶层自杀的新闻，马上想到了胆小的东直，打电话关心东直，问他需不需要帮助。东直让姐姐买一些阿仁推荐的内幕股票，这是为了帮阿仁做业绩。姐姐误以为东直需要业绩，急忙联系老陆。老陆联系登山俱乐部的邻居们帮忙支持东直，邻居们也开始联系亲友，大家为了支持东直疯狂买入内幕股票。这场误会越闹越大，东直还在忙着跟踪智勋，记录他的出行习惯，为杀人计划做准备。转眼到了检查业绩的日子，实时业绩排行榜让所有人都惊呆了。东直一跃成为本月的销售冠军，但此刻的东直仿佛被魔鬼附身，脑中再无工作的空间，甚至上厕所都在想如何杀掉智勋。突然出现的阿仁吓得东直尿了手。阿仁说他有比内幕股票更大的好事，邀请东直一起喝酒详谈。东直以为阿仁因为猜对一只股票就骄傲了，直接拒绝了阿仁的邀请。阿仁感到非常困惑，郁闷的阿仁叫美女蛇一起喝酒。美女蛇误以为阿仁是因为泡妞失败才生气。阿仁严肃地问道，你觉得我是会因为女人而失态的人吗？这句话意味深长，大家可以仔细思考。阿宝受到近期自杀案的影响，怀疑有高智商罪犯把谋杀伪装成自杀，但当他走访死者家属时，对方都不愿谈及。这时阿宝接到了一个报案，一家密室逃脱店里有一个变态，这个变态就是东直。原来他为了找杀人灵感，特地来玩密室逃脱。他在密室里表现得太入戏，吓得店主报了警。出警的阿宝和阿秀只当是东直来发泄压力。东直因为那个烂好人的形象，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人怀疑他。分别时，阿宝提醒东直不要冲动，要冷静，提醒他杀人藏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时，东直又开始沉浸在阿仁的变态思维中。他补充说，真正可怕的杀手绝不仅仅是杀人藏尸那么简单，他们会有选择的猎杀猎物，通过杀人来传递某种信息。和阿宝告别后，东直心情大好，他已经想出了杀死智勋的完美方法。而阿宝受到东直的启发，决定重新研究自杀者的规律。在一位考公务员不顺利的自杀者家属的描述中，阿宝真的发现了一个规律，发现死者的左手大拇指有淤青，疑似被针扎取血，联系到之前流浪汉案件中的血手印，以及老奶奶家窗户上的血手印。阿宝越来越确信这些自杀案有蹊跷。阿宝拿着一份自杀者的遗书找到老爸的老同事求助，经过鉴定，发现了一枚疑似凶手的指纹。阿宝敏锐地发现了这些自杀案之间的联系，一个是年纪大的老奶奶，一个是到处要饭的流浪汉，还有一个是考试不顺的啃老族。这个凶手把自己当成了上帝，随意宣判那些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人的死刑，而留下的血手印则是凶手的标志。第二天，东直在上班时遇到了阿仁，阿仁警告东直不要冲动报复智勋，还恐吓东直说如果不加入他的阵营就要有计划的行动。阿仁的恐吓激发了东直的变态模式，东直紧握阿仁的手，冷冷地说，别惹我，你会受伤的。电梯门开了，东直若无其事地离开。阿仁看着东直的背影，感觉仿佛看到了自己，他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转眼间天就黑了，卑鄙的智勋又开始策划赶走东直的阴谋。先是让阿浩弄脏东直的衣服，趁东直去卫生间清理的时候，老孔趁机拿东直的手机偷拍女同事美珠。等东直回来后，他们联手指责东直偷拍并骚扰女同事，有人证也有物证。老孔威胁要报警，让东直名誉扫地，明摆着要他自己走人。东直很清楚美珠也受到了智勋的恐吓来演这场戏。这时的东直产生了分裂，我很内疚，为把无辜的美珠也卷进来了。变态的一面让他感到很有底气，他直接放话让老孔随便报警，
东直完全进入了阿仁的角色，他希望智勋在原地去世3000次。东直来到了智勋每晚都会去的会所，伪装成服务生给智勋的司机送去了掺了泻药的饮料。有一刻，东直的口罩被人碰掉了，幸好司机只是随便看了一眼，没有在意。药效发作后，司机被困在卫生间里，东直偷了衣服溜到车上伪装成司机。等到智勋喝醉上车后，东直骗他喝下了迷药，智勋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本集的尾声，东直把智勋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厂房，他已经变成了阿仁的化身，他将以行刑者的身份结束智勋的生命。东直万万没想到，真正的杀人魔阿仁已经悄悄跟了过来。另一方面，在女警阿宝的努力下，掩盖在自杀案背后的谋杀案也开始浮出水面。阿仁挑选猎物的标准，故意留下的血手印，还有多年前的一枚指纹。一场狩猎和反狩猎的激烈对决已经开始。东直绑架了嚣张的智勋，这时阿仁正在不远处好奇地观看这一幕。东直模仿《电锯惊魂》的场景，和智勋玩起了问答游戏。东直的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农夫带着狼、羊和洋白菜过河，每次坐船只能带一样。如果农夫不在，山羊会吃掉洋白菜，而狼会吃掉山羊。如何安全地把所有东西带过河？智勋的答案被一一否定。原来东直根本没有准备完美的过河方案。食物链的顶端不是农夫，而是狼，所以狼会吃掉一切，这才是正确答案。这个不合逻辑的答案让阿仁想起了过去的一段经历。他的房间曾经分配给刚出生的智勋，阿仁差点杀掉智勋来夺回自己的房间。老徐告诉他，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真理只掌握在强者手中。这时东直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绑架智勋？智勋误以为绑架者是阿仁派来的，他苦苦哀求东直不要冲动，阿仁是首个会被怀疑的人，如果他死了。就在那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智勋剧烈挣扎，不小心踢倒了脚下的椅子，结果被吊起来了。在烂好人本能的驱使下，东直放弃了他一直想做的杀人计划，他急忙救下了智勋。智勋的求生意志战胜了东直动摇的杀意，他拼命奔跑，最终跳上一辆出租车逃脱了。东直懊恼不已，阿仁却露出了疯狂的笑容，然后他再次消失在黑暗中，无影无踪。第二天，智勋语无伦次地向家人讲述自己的绑架经历，但因为智勋有吸毒的习惯，家人都认为他是在吸毒后产生的幻觉。狡猾的老徐开始怀疑是阿仁绑架了智勋。东直的一时冲动，让老狐狸和小狐狸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与此同时，犯罪日记上的死者开始出现在东直的梦中，他们指责东直只敢欺负弱者，却没有勇气去对付真正的坏人。被噩梦困扰的东直一度想要自首，他还没来得及报警，阿宝就找上门来。东直以为自己的绑架行为已经暴露，所以他干脆承认了。但由于东直只说是他做的，并没有具体说明做了什么，结果阿宝误以为东直承认了偷拍，实际上阿宝是因为接到老孔的报警而来。老孔报警称东直前一晚偷拍了女同事美珠，知道这是一场误会，心累的东直也没解释，任由警察带他走。结果在公司楼下被智勋袭击，原来智勋的司机根据记忆画出了东直的样子，是气愤才来报复的。此时美珠的负罪感爆发，他指认是智勋逼他嫁祸东直偷拍。有人立刻拍下了这一幕并上传到了网上。老徐看到新闻后表情凝重，他只能让智勋暂时禁足。至于那个本来就没人相信的绑架案，也为了集团形象被压了下来，东直因此安全了。但阿宝的情况并不乐观，他对多起自杀案的怀疑缺乏物证，因此没能获得立案调查。一天晚上，东直偶遇了情绪低落的阿宝，他们互相鼓励。东直把自家的烤肉送给了阿宝，结果这一送出了问题。回家后，阿宝通过烤肉上的包装认出，东直家开的烤肉店就是那个流浪汉死的地方附近发现的烤肉店的传单。阿仁也在注意东直，他误以为最近的事都是东直自己策划的。变态杀人犯阿仁突然觉得找到了一个高智商的同类，他发誓一定要抓到东直。第二天去上班，东直到办公室发现阿仁被同事围观，他以为阿仁又来推销股票，正准备把阿仁拉走，却发现老哥很稳，于是我就出手了，上演了一出我啦啦啦的拉郎配戏码。阿仁满脸笑容，心里觉得东直真不错，这么大胆，我很喜欢。东直得知阿仁是公司的太子爷，还要接替智勋管理东直的部门，两人从此频繁见面。东直羞得恨不得当场咬死自己，阿仁却很高兴，当场宣布要升职东直。晚上同事举办欢迎会，欢迎阿仁。东直心事重重，正想偷偷离开，就被阿仁堵住了。阿仁对东直说，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明天抽时间跟他一起去个地方，不去就杀了东直。东直坚决反对办公室恋情，心里决定放阿仁鸽子。欢迎会结束后，东直从同事阿浩那里无意中得知，自己失忆前曾写下遗书。东直越想越疑惑，一个残忍的变态为什么会想自杀？另一边，阿宝去烤肉店打探消息，得知东直曾经教训过流氓团伙，还可能假装失忆。阿宝越来越怀疑东直，他打电话试图套东直的话，东直以身体不适在家休息为由推脱。挂掉电话后，阿宝就看到东直在街上快步行走，他明显在撒谎。
阿宝决定跟踪他，他就这样跟踪到了流浪汉出事的公厕。原来东直也因为遗书的事开始怀疑失忆那天的其他隐情，特地来到犯罪日记提及的公厕寻找记忆，结果受到混乱的记忆冲击，东直跌跌撞撞地从公厕冲出来，差点被阿宝发现。随后东直给阿宝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问，两人约好见面。见面后，东直直接切入主题，那本红色日记本真的是东直的吗？阿宝一开始就认定现场只有东直一个人，所以日记本也只能是他的。阿宝随后询问东直关于同一天失踪的流浪汉的事情，他希望通过东直的日记本找到当天的线索。就在此时，阿仁突然打电话让东直去赴约，东直借此机会溜走了。阿仁开始带东直进入上流社会圈子，阿仁眼中明显流露出喜悦。阿宝在一个富二代的掩护下也混进了圈子，没想到这个富二代也认识阿仁。在他们寒暄时，阿宝趁机混入人群中。富二代得知东直只是个普通员工，开始嘲弄他。阿仁回应道：他对我来说比你重要多了。富二代继续嘲笑东直，阿仁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阿宝趁东直一个人喝酒时试图偷他的日记，却被富二代误认为他想勾引东直。富二代开始纠缠阿宝，服务员劝阻富二代，结果被他泼了一头酒。东直没有注意到阿宝，他上前来各种赔不是帮服务员摆脱困境，阿宝也趁机远远躲开。东直突然走到富二代耳边，恐吓他说自己曾绑架过智勋，并用电影《美国精神变态》中的台词把富二代吓得怀疑人生。这次经历让东直误解了自己为什么没有杀掉智勋，他以为是因为自己厌倦了杀戮，所以这些胆小怕事的人无法激起他的杀意。富二代颜面尽失，匆忙离开，却被阿宝拦住。在阿宝的逼迫下，富二代重复了东直的话。东直的变态杀手身份让阿宝极为震惊。紧接着，剧情达到了迄今为止的高潮。东直对富二代的时而讨好时而变态的表现，让阿仁更加确定这是个影帝级别的狩猎者。阿仁表露出对弱者的厌恶，他邀请东直加入他的狩猎活动，但东直误认为自己不再杀人是因为厌倦了狩猎，他直接拒绝了阿仁的邀请。被多次拒绝的阿仁拉住了东直，东直包里的犯罪笔记不小心掉了出来。阿仁看到后不敢相信，缓缓上前捡起犯罪日记。这时东直也来抢属于他俩的红色小本本，一人单膝跪地，一人低头凝视，两人手里握着一本红色小本本。这是求婚还是结婚登记啊？在经变地级开头，东直问智勋有没有完美的过江计划，最后却出了个狼吃掉一切的解决方案。那一刻，他和阿仁的思想一致了，道德和法律已经无法约束他们。思想是会欺骗人的，但身体的本能是不会骗人的。东直还是无法做事不管智勋被吊死，体弱的智勋也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展现了惊人的逃跑速度。东直误以为自己是杀人狂，但他内心的好人本质正在悄悄纠正这一点。每次争吵时，他都提醒自己要伪装成好人，避免暴露自己。他强行解释不再狩猎弱者。变态杀人魔东直正在逐渐回归到好人东直，但阿仁肯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女警阿宝从富二代那里得知东直言辞激烈且变态，他似乎承认了自己是变态杀人魔的身份。更激烈的剧情还在后面。阿仁发现自己丢失的犯罪日记竟在东直手中，东直淡定地归还日记并向阿仁道别。这一幕让阿仁震惊到全身颤抖，呼吸急促。这时阿仁已经有了杀意，脑海中回荡着一个声音：马上杀了东直，抢回日记。电梯门缓缓打开，东直不知去向，阿仁咬牙切齿，面目狰狞。另一方面，东直刚刚碾压了富二代，逐渐摆脱了犯罪日记的影响。他厌倦了欺负弱者，想要变成一个守法的好人。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阿仁开始调查犯罪日记丢失前后东直的行踪。他在公司遇到了东直，东直依旧像个傻子一样。阿仁认为东直又在装傻，这个高智商的罪犯完全被蒙在鼓里。他不明白东直手握犯罪日记为何不告发他，只好私下请侦探监视东直。阿宝也在监视东直，一时间东直成了众矢之的。场景一转，东直的弟弟东灿在学校被校霸敲诈和欺凌，恰好住在东直楼上的社会人老七路过，老七见义勇为大喝一声，结果被打得很惨。事后东灿还是很感激老七出头帮忙。这时候东直刚好回家，撞见了他们两个。东灿并没有期待哥哥去教训那些校霸，一言不发的就走了。东直听老七说东灿被人欺负了，一怒之下恶气冲天，决定去找校霸理论一下。校霸本来也算讲理，带着一帮小弟准备用拳头跟东直讲道理。东直在小巷里模仿电影里的反派台词，可惜那些不良少年根本不理会。这就像是诸葛亮的空城计碰上了莽撞的吕布，东直的计划彻底失败了。阿仁请的私家侦探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完全看不懂东直的奇怪行为。巡逻的阿秀本想上前阻止，却被阿宝拦住。阿宝坚信东直很快会露出真面目。东直本想动手教训这些小混混，但他内心的善良又让他找到了不动手的理由。我是高级捕食者，欺负这些小角色实在是太失格了。东直一次又一次被打倒。东灿听同学说后赶紧过来，
甚至下跪求情来保护东直。眼看局势越来越失控，阿宝和阿秀最终还是出手了。老七也及时赶到帮助东直，所有不良少年都被带到了派出所。接下来的剧情也在意料之中，那些孩子的父母一味指责警察和东直，甚至试图用关系来威胁派出所放人。阿宝忍无可忍，终于发表了一番精彩的言论。这是一场多人参与的暴力事件，2位警察都可以作证，别磨蹭了，这是确凿的证据。未成年不应该是做坏事的借口。既然你们不打算好好教育孩子，那就由我来教他们一课。在他们变成怪物之前，富二代那晚也约了阿宝。他发现东直威胁他的话都是电影里的台词，这样看来东直所谓的绑架智勋也是假的。阿宝回想起东直挨打的情形，感到很后悔，误解了东直。阿仁从侦探那里听说了东直白天的表现，他越来越不明白东直的怪异行为。在家庭聚餐时，老徐又提起旧事，怀疑是阿仁害了智勋。阿仁强忍着想要暴怒的冲动，但富二代的一个电话最终让他释放了内心的野性。富二代来找阿仁，让他开除东直来出一口气。阿仁被富二代的威胁激怒了，他按下暗门打开了一个秘密的房间。富二代好奇地看着，看到满房间的武器后，他的好奇心马上没了。但为时已晚，他最终被阿仁这个黑暗的暴君杀害。更恐怖的是，阿仁杀人不是一时冲动，他叫私家侦探来处理富二代的车，然后潜入监控室删除监控录像，最后还匿名给记者发邮件揭露富二代的贪污。第二天，各大媒体头条都是富二代涉嫌贪污，报道说他已经潜逃。这样一来，一起谋杀案就变成了另一起案件。大家都以为富二代还活着，阿仁的手段非常高明。同时，宝爸的老同事眼镜来看望他，他这次来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提醒阿宝检查几起自杀案的日期。连环杀手通常在作案手法和时间上有规律，可惜阿宝怎么找也找不出日期之间的规律，反倒是在和东直放松的时候，利用东直作为基金经理的经验，发现这些日期和特定的股票走势相关。根据这个规律，月日可能还有一起未被发现的案件。经过调查，阿宝找到了一起7月8日的失踪案，他拉着东直一起去调查。在那个失踪发生的工厂，阿宝遇到了一个自称阿拉赫的蒙古工人，他正想从他那里问出更多信息，工厂老板突然来打断了调查，然后阿宝接到任务先离开了。东直偷偷潜回工厂继续调查，他意外看到工厂老板在打阿拉赫，要求他对工厂的自杀案保持沉默。阿拉赫坚称死去的工人阿九不是自杀。听到这个名字，东直突然记起犯罪日记上的记录，时间、地点、姓名全部对上了。东直这才意识到阿九是他以前杀的猎物，阿宝追查的连环杀手正是他，陆东直。夜里，阿宝给工厂员工宿舍打电话，却被告知没有阿拉赫这个人。工厂里唯一的蒙古人叫新日古西，阿宝感到不对劲，他用翻译软件一查，发现阿拉赫在蒙古语是杀人的意思。他立刻赶去找东直分析案情，他不断打电话给东直，但他一直没接。此时东直误以为自己是阿宝追查的连环杀人犯，内心惶恐，他不敢接电话。突然门铃响了，东直通过猫眼看去，却看不到任何人。他满脸疑惑地走出门外查看，不知道门后隐藏着手持凶器的阿仁。变态杀人魔阿仁正式出现，阿仁深夜前来，企图抢夺东直的犯罪日记。阿宝也到东直家，想分享调查的进展。阿仁及时收手，差点被发现。阿宝对东直说，他在工厂调查时，一名蒙古工人提到了重要信息，那工人用蒙语提到了杀人事件。东直和阿宝约定明天一起再去工厂。阿宝离开后，阿仁跟踪到他家的餐厅，似乎在策划某个恶毒的计划。东直在犯罪日记中发现了未被发现的命案，受害者阿九在临死前被迫写下遗书，这起谋杀案被伪装成自杀。东直怀疑他的杀人过程被新日古西撞见，他决定秘密去杀掉新日古西灭口。他刚下楼就遇到了迷弟老七，老七坚持要当东直的司机。老七一直误以为东直是指打击悍匪的正义英雄，受到东直的影响，也想为正义做点事。到了工厂，东直单独去见新日古西，古西误以为东直是警察，便把他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东直。阿九死后留下了一封指责工厂老板的遗书，为避免麻烦，老板和古西秘密处理了尸体，还威胁古西不许他乱说，这导致了命案被当作失踪处理。古西用的韩语是阿九教的，他对阿九的字迹很熟悉。阿九在遗书中使用了不寻常的措辞，古西因此推断阿九绝非自杀，而是有隐情。东直承诺会彻查此案，他带走了遗书，叮嘱古西不要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回家后，东直销毁了阿九的遗书。第二天，东直和阿宝去工厂继续调查，工厂老板故意敷衍，全程装傻。阿宝偷偷找古西想套话，但被东直搅局，未能成功。工厂老板发现他们不死心，直接报到了派出所。阿宝无法继续隐瞒，只好向领导坦白，自己正在调查一名连环杀人魔。领导对此大为光火，严厉斥责阿宝。宝爸也是因为喜欢异想天开，才会有现在这种结果。俗话说，祸害不会波及父母。阿宝当场怒了，回去了，他将面临无限期的停职。晚上，
阿宝和东直分享了彼此的心事，谈到了宝爸8年前在侦查案件时脑部受伤，看着生活无法自理的宝爸和同样受累的宝妈，阿宝也曾想过不要像父亲那样过于执着，但作为警察的责任感总是驱使他站在最前线。东直安慰阿宝不要太担心，社区民警主要解决居民的日常问题，凶杀案应由重案组的人处理。在东直的安慰下，阿宝擦干了眼泪，感到压力减轻了。阿仁雇来的私家侦探报告了2人当天的行踪。阿仁了解到阿宝从一个流浪汉的死亡调查到阿九的失踪案。东直手中的犯罪日记明确记录了犯罪过程，证据确凿，但警察却没来逮捕他。阿仁认为这只有一个可能，东直和阿宝不知道犯罪日记的主人就是他。第二天，阿仁以普通客人身份进入餐厅接近阿宝。这时宝爸宝妈遛狗回来，宝爸一看到阿仁就吓得尿了裤子。这不是比喻，宝爸确实尿了裤子。阿仁利用他的关系让宝爸被安排进特殊病房，医生说宝爸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与此同时，东直接到了古希的求救电话，原来工厂老板正打算杀死古希，以阻止他泄露谋杀案的信息。东直赶到工厂的时候，恰好碰上工厂老板正要带走古希准备灭口。东直的脑海中闪过《闪灵》这部恐怖电影，紧接着情景仿佛重现了电影中的经典场景，一时间工厂老板手足无措。此刻东直附身变态救下了古希，他让古希先去找地方躲避，自己则拿起武器开始追捕工厂老板。经过一番混战，就在东直即将完成首次杀人时，接到古希报警的警察终于赶到现场，东直因此被视为拯救外籍劳工的英雄。同时阿宝在感谢阿仁帮忙安排宝爸入院。突然接到工厂出事的消息，阿仁立刻提议速度行动，亲自驾车送阿宝前往现场。2人刚见到东直，却被另一发现吸引了注意力。在古希的指认下，阿九的尸体被挖了出来，在护检时又有了重大的发现，关键性的证据采写真浮出水面。阿宝终于有机会把多起带有疑点的案件串联起来。在阿宝的推理中，有一名连环杀手，这名杀手专门捕猎他认为的社会弱者。目前的受害者包括独居老人、流浪汉、考试不顺的学生，以及遭杀害的外籍劳工，并把这些杀人案伪装成自杀案。阿宝已经找到了2个作案规律，第一个是在被害人的拇指上取血，死者阿九肚子里的采血针，这也可以被理解为阿九留给警方的线索。第2个规律是东直发现的作案日期，每逢股市出现特定的股价波动，就会发生杀人事件。这2个规律都适用于已知的4起案件。阿宝相信通过这2个规律，能找到更多被伪装成自杀的谋杀案。在阿宝的努力下，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彻查这个隐形的杀人魔。随后警方颁发了勇敢市民奖给东直。东直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跳进火坑，这简直是给变态丢脸。坐立不安的东直准备出门透透气，意外地发现了专案组的办公室，正想去看看警方找到了什么线索，记者也发现了他，一窝蜂地跑来采访。记者强烈要求东直通过镜头对隐形杀人魔说一句话，东直就当是自我反省说了一句：“你这个傻瓜一样的家伙。”正在看新闻的阿仁表情严肃。夜里老徐也看到了这则新闻。由于凶手按照股票走势杀人的习惯，大家都猜测凶手可能是金融界的人。言语之间，老徐已经开始怀疑阿仁。随后话锋一转，老徐约阿仁一起去打猎。这时浮现了一段父子间的往事。每次打猎，老徐都喜欢喝新鲜鹿血，志勋非常反感，阿仁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饮而尽，像老徐一样享受。画面转到第2天，东直以感谢警方颁奖为由，给阿宝所在的重案组送来了自家的烤肉，偷偷顺走了阿宝的专案组工牌。夜里打完猎的老徐父子进行了一次久违的长谈，却不料这一谈谈出了杀机四伏。老徐因为阿仁太像他，了解阿仁就像了解自己一样，直接问阿仁是否是新闻中的隐形杀人魔。阿仁几乎不假思索地举起了枪，对着他又爱又恨的老父亲瞄准。另一边，东直用阿宝的工牌开了门禁，他发现专案组已经找到了好几起记录在犯罪日记中的命案，非常担心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这时专案组的人突然来了，东直急忙找地方躲起来，但因为不小心弄出了声响，被阿宝发现了。阿宝一步步逼近，最终打开了东直藏身的柜子。阿宝接到电话，发生了一起新的命案，此案与手指采血和骨架特定趋势时杀人的规律相符。专案组的人员立刻前往现场查看，东直总算躲过了一劫。老徐那里也收到了疑似犯人再次作案的消息，暂时撤销了对阿仁的怀疑。回头时，阿仁已经放下了瞄准他的枪，门外是老徐的人满为患。原来这一整夜的父子单独相处只是一场试探，老狐狸始终在防备着小狐狸。画面一转，阿宝来到了案发现场，死者是一名护士，她的手指上有采血的痕迹。死者的丈夫南胜哲说，案发时他在外夜钓。当阿宝询问死者身边最近有无异常时，南胜哲神色突变，急忙中断了对话。回到专案组，阿宝感觉此案有蹊跷，隐形杀人魔不可能冒险作案。专案组的队长眼镜认为手指采血和骨架波动杀人的模式未被公开，不可能有人模仿犯罪。
阿宝指出南胜哲的神情反常，似乎有所隐瞒。眼镜认为这是亲人去世的正常反应，几个疑点就这样被忽略了。紧接着，一通匿名电话将命案和案件细节泄露给了媒体，案件瞬间成了新闻头条。东直正在看新闻，被阿仁撞见了。阿仁误以为这起命案是东直干的，他故意询问东直，如果这是一起模仿犯罪，模仿者的动机是什么？东直看过很多犯罪电影，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猜测这是模仿者邀请真凶的方式，因为除了真凶，没人知道这是模仿犯。阿仁听后大吃一惊，心里想东直真是变态，连见面都要这么有戏剧性。与阿仁告别后，东直发誓要找到模仿犯，这就像是天赐良机。他的同事阿浩是南胜哲的基金经理，阿浩把南胜哲的钱都用光了，所以没脸去参加南胜哲妻子的葬礼。东直提出代替阿浩去吊唁，打算借此机会从南胜哲那里探听些消息。他刚出门就被阿七堵住了。阿七把东直比作蝙蝠侠，自称是阿尔弗雷德，坚持要帮助东直伸张正义。他们一起去了丧礼，发现记者把南胜哲围得水泄不通，各种难堪的问题简直是把南胜哲往绝路上逼。借助老七和东直的小伎俩，他们终于把记者赶走了，这样东直才得以向南胜哲询问一些问题。没想到阿宝也来了，他们从南胜哲那里得知，其实他早就发现有可疑男子跟踪他妻子，由于过于害怕，他之前没有透露这个信息。根据南胜哲的描述，警方绘制了跟踪者的画像，警方开始在各处张贴画像，老七还联系了黑道上的老朋友来寻找跟踪者，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东直决定再去找南胜哲谈谈，他意外地救下了试图自杀的南胜哲。在去医院的路上，南胜哲说他知道跟踪者是谁，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不能告诉警察。他说等他想清楚了会告诉东直一切。场景转换，阿宝在医院看望宝爸时偶遇阿仁，他们聊天中，阿宝透露了宝爸智力退化的原因。原来8年前宝爸在追捕嫌疑人时从建筑上摔下，伤了头部。阿仁的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宝爸再次看到阿仁后情绪失控，还用针头划伤了阿宝的脸。阿仁回忆起8年前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犯案，受害者是一名女学生，警方错误地将别人当作凶手，只有宝爸认为案情有蹊跷，继续调查。宝爸在案发现场发现凶手可能是初犯，并且有收集血液指纹的习惯，他正准备深入调查，阿仁不小心制造了声响，两人在现场扭打起来。宝爸记录线索的笔记本掉到床底，在追踪阿仁时，宝爸再次遭到伏击。他在摔下电梯井时，终于看清了阿仁的脸。时间回到现在，阿仁终于明白了宝爸对他的恐惧源头。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宝发现了画像中的跟踪者，他刚要揭露身份，对方就逃跑了。作为一个充值多的游戏玩家，阿宝用游戏道具制服了跟踪者。该男子是制药公司的员工，他在与医院的交往中认识了已故的护士。警方准备进一步审讯，突然一条消息推翻了该男子的嫌疑。监控显示，案发时男子一直在家，但阿宝从男子慌张的表情察觉到了异样。追问之下，得知死去的护士长期遭受南胜哲家暴。阿宝原本就觉得这个案件不简单，认为不是真正的凶手所为，突然豁然开朗，不断制造迷惑的南胜哲很可能是模仿犯。但从领导到普通警员，都认为阿宝想象过度，他们认为阿宝的想法太过天马行空。与此同时，南胜哲打电话给东直，说知道真正凶手是谁，约他到家中见面，并多次强调要他开车来。不知内情的东直借了老七的车，急忙前往南胜哲家。东直喝着南胜哲提供的保健品，意外发现墙上挂画背后贴满了有关隐形杀人魔的报道。南胜哲承认自己杀死妻子并模仿犯罪。之前东直误以为南胜哲想自杀，实际上南胜哲在探索如何将谋杀伪装成自杀。与此同时，安眠药开始发挥作用，东直在南胜哲疯狂大笑中昏倒了。另一边，电视台为专案组带来了爆炸性新闻，有人打电话给电视台，声称自己就是那个制造多起血案的隐形杀人魔，他还想通过直播对公众说些什么。专案组成员迅速前往电视台，眼镜也参与了这次现场直播。这时南胜哲又打来了电话，他用了变声器，眼镜没能辨认出他的声音。南胜哲不仅冒充阿仁，还大力传播那种弱者应该死的观点，眼镜立刻反驳他的歪理邪说，质疑他如何证明自己是杀人魔。南胜哲在电话中给出了回答，今天我会用一具新的尸体来证明我的身份。正在病房的阿仁也看到了这场直播，他还误以为东直是模仿犯，不明白东直这些举动的目的。此时在电视台对面楼顶，南胜哲在东直的车里假装自杀，东直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上集中提到南胜哲使用变声器，自称是隐形杀人魔，并声称今天要杀一个人以证明自己。阿仁误认为冒牌货是东直，急忙联系一直跟踪东直的私家侦探。私家侦探的监控结果让阿仁大吃一惊，东直不是凶手，反而是即将被杀的人。得知具体位置后，阿仁立刻赶了过去。此时南胜哲向东直全盘托出，他自称是杀人魔的同类，在他看来，
他的妻子和东直都是同一类型的人，明明是弱者，却敢同情他这样的变态。东直努力解释他是真正的杀人魔，南胜哲当然不信，他兴奋地在天台上踱步。不久，车的后备箱被打开，原来老七借车给东直时，因为东直不让他跟着，他悄悄躲进了后备箱，不小心睡着了。老七终于把东直救了出来，看到东直情况危急，老七决定用人工呼吸来救他。进行人工呼吸唤醒了东直，东直感受到了比死亡更大的恐惧，急忙醒来。感觉到死神迫近的恐惧，东直赶紧自己醒了。老七向阿宝打电话请求帮助。此时南胜哲突然袭击老七，将他击倒。东直加入战斗，一套连续技让南胜哲生活不能自理。上次是那个无良的工厂老板，这次是个杀妻的疯子。世上的人渣让东直愤怒了，他抓着南胜哲沾满血迹的手，在犯罪日记上按下手印。正当他准备把南胜哲从天台扔下去，阿宝赶来支援，他的声音先到达。东直惊慌失措，与南胜哲交换了位置。当阿宝到达时，东直正要从天台坠下，阿宝及时抓住他的头发，将他救下。南胜哲趁机逃走。专案组开始追捕南胜哲，东直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变态身份，也参与追捕南胜哲。他一使劲就掉进了下水道。这时出现了一幕有趣的情景，南胜哲被偶然驾车经过的阿仁撞倒，不知阿仁的真实身份，南胜哲将他的偶像挟持了。夜里，阿仁载着南胜哲在高速上躲避警察。南胜哲从阿仁那变态的笑容以及车上发现的迷药保健品中判断出阿仁是真正的杀人魔。接下来南胜哲透露了2个震惊的消息，当时一个流浪汉从阿仁手下逃脱，并到南胜哲妻子所在的医院就医。他透露了犯罪日记和血手印的信息。妻子还在犹豫是否报警时，流浪汉突然失踪了。后来电视上报道了相关新闻。南胜哲对杀人魔狩猎弱者的行为产生了共鸣，为了防止妻子报警拖累自己的偶像，他才决定杀妻灭口。阿仁得知了一个情报，根据流浪汉在医院的话，阿仁的犯罪日记并未在流浪汉手上，而是被东直带走了。同时从南胜哲和东直在天台的互动来看，东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一直误以为自己是犯罪日记的主人。听到这里，阿仁也差不多收集完毕了情报，他突然急刹车，将车停在路边，从后备箱取出猎枪，逼南胜哲穿越车速极快的高速公路，美其名曰这是对同类的考验。南胜哲躲过了一辆2轮车，但最终没能躲过应有的下场，被一辆大车带走。另一边，东直最终被阿秀救上来并送往医院，他正准备继续寻找南胜哲，阿秀突然收到消息，南胜哲在高速公路上死亡了。之后专案组对东直进行了审问，东直借机将自己长久以来误认为自己所犯的命案全部归咎于已经无法辩解的南胜哲，但阿宝却认为南胜哲杀妻的行为并不符合隐形杀人魔针对弱者的定义，在股票特定波动时期杀害东直也不符合，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东直赶忙装作头痛，从而结束了这次审问。在随后与警方高层的会议中，眼镜断定南胜哲就是隐形杀人魔。阿宝坚持认为南胜哲杀妻是模仿犯罪，并指出了他发现的疑点。警方高层却认为阿宝在胡乱猜测，本质上他们更担心杀人魔长时间未被抓获，舆论压力太大，因此选择了草率结案。另一方面，阿仁把宝爸转移到隔离病房后，特意安排人监视宝爸的一举一动，许多烦心事终于都解决了。现在只剩下仇人陆东直。阿仁开始调查东直的行踪。巧合的是，阿宝为了感谢阿仁，邀请他到店里喝果汁。阿仁趁机套出了阿宝与东直认识的过程。阿仁得知东直在被警车撞后失忆，时间恰好是阿仁丢失犯罪日记的那一天。他终于明白东直因为失忆误解了他的犯罪日记，才错认自己是日记的主人。阿仁打算假装不知道东直的失忆。阿宝知道东直不想让人知道他失忆的事，答应隐瞒今天的谈话内容。美女蛇的汇报也证实了阿仁的猜测，秘密调查显示东直确实失忆了。阿仁高兴过头，追尾了前车。下车赔偿时，他忍不住露出邪恶又变态的笑容。追尾的车主被吓傻了。夜里，阿仁用钱打发了私家侦探。就在阿仁以为他的对手只剩下那个小仇家时，新的突发事件又发生了。第二天，阿仁突然接到医院的通知，宝爸竟然逃出了医院。阿宝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好东直来看他，两人又是调监控，又是开车，又是徒步，总算在公交车站找到了宝爸。靠着镇静剂的效果，让宝爸安静了下来。把宝爸送回医院后，阿宝和东直一起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宝爸打算坐的公交车是开往京畿到广州的。8年前宝爸遭遇的事故就发生在广州的一家废弃医院。东直怀疑宝爸最近的怪异行为，可能是想起了当年那件案件的线索。两人决定再次探访那家废弃医院。他们完全没想到，医院外阿仁已经等了很久。两人出发后，他就悄悄跟踪了。画面切换，阿宝和东直到达废弃医院。因为当年的凶手在别的地方被抓，大家都以为宝爸只是不小心从电梯井摔下去的，所以这里没有被彻底搜查过。东直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作为警察，他们通常会随身携带案件手册，但在宝爸身上却找不到。
后来的搜查中，东直意外的在床底发现了宝爸的案件手册。根据手册上的记录，8年前的真凶是另有其人。从现场的血迹指纹和不熟练的作案方法来看，罪犯很可能是第一次犯罪的隐形杀手。东直一路上都装作镇定，回到家后急忙查看自己的犯罪日记，但日记上并没有记录那么久远的事情。东直上网查询了8年前的案件报道，报道中还透露了一个细节：眼镜正是因为破获了8年前的案件，才晋升到现在的职位。没人意识到那是一起重大的误判。第二天，东直又去问家里人，结果又发现了一个巧合：8年前的冬天，东直恰好离家出走，没人知道他那时干了什么。本集的结尾，阿宝和东直约好一起去医院。他已经查明南胜哲8年前还在海外工作，这说明宝爸的推理没错，真正的隐形杀手一直逍遥法外。现在他要带着案件手册去见宝爸，看能否唤醒他的记忆，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没想到宝爸根本不在病房，被阿仁以天气好为由推出去晒太阳了。阿宝感谢阿仁后，向宝爸展示了案件手册，但宝爸没有任何反应。阿仁也从东直那里得知，阿宝手中的黑本本正是宝爸的案件手册，心想自己的小红本本比他的好看。宝爸面对案件手册无动于衷，失落的阿宝只好和东直先行离开。两人并不知道，属于他们的灾难即将到来。阿仁以为自己已经控制了一切，没料到他之前雇佣的私家侦探发现了问题，一直在背地里调查他，已经查到阿仁才是真正的连环杀手。第二天，阿仁找到阿宝表白，阿宝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阿仁不急，表示愿意等待。对阿宝的接近和表白，是阿仁诬陷计划的第一步。画面切换，阿宝和东直在一个医院主题的密室逃脱游戏中，根据案件手册的描述，试图还原宝爸事故当晚的情况。阿宝相信真凶仍在逍遥法外，他决定返回事发现场。两人的对话通过窃听器传给了阿仁。阿仁早就开始监视阿宝和东直。阿仁邀东直到他的烧烤店吃饭，谈到东直失忆的事，经过几次试探，确认东直确实失忆了。家人为东直接近高层领导感到高兴，东直却忙着询问自己8年前到底去了哪里。东直从姐姐那儿套出了一些话：8年前他离家出走，可能去了京畿道广州祭拜故去的母亲。阿仁恰好听到他们的对话，微微一笑，心中有了计划。随后，阿宝和东直开始重新调查8年前的案件。被认定为真凶的老吴是报案的女学生案件的报案人，他还有前科。最关键的是，他明知道认识死者，却谎称不认识。当时还未升官的犯罪画像专家认为老吴的画像与犯罪者一致，这才导致老吴被认定为真凶。但在随后走访女学生工作的便利店时，又有新发现。善良的女学生一直对老吴态度很好，反而是店长经常刁难老吴。如果按这种说法，老吴如果杀人，最可能杀的是店长，而不是女学生。阿宝认为真凶在废弃医院杀人后，然后将尸体抛到老吴工作的工地，栽赃给他。东直听阿宝说老吴曾见过可疑人士，东直担心老吴见到的可能是自己，提议和准备去探监的阿宝暂时分开，他要去祭拜自己的生母。东直来到放置母亲骨灰的骨灰堂，却发现其他骨灰坛周围都布置得很用心，只有东直母亲那边显得很冷清。管理人员责怪东直不孝，从不来看望离世的亲人。就这样，东直更是自责，认为自己8年前没有去看望母亲，反而踏上了成为变态杀手的道路。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时间倒回到不久前，阿仁比东直先到达骨灰堂，他给管理人员塞了钱，编造了一套东直未曾来过的谎言，还要求将东直母亲原本温馨的骨灰堂改得冷清，制造假象，让东直误以为自己是冷血动物，从未曾拜祭过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老吴拒绝所有探监请求，阿宝趁机冲进去，请求其他犯人转告老吴，他可以帮助老吴洗清冤屈。结果阿宝被抓，最后靠眼镜帮助才被救出。眼镜因阿宝的旧案重新调查，阿宝怀疑眼镜不愿重查这个充满疑点的旧案，可能是因为眼镜也知道案件有问题，担心当年他处理的错案被曝光。眼镜没有作答，眼镜心事重重，去隔离病房探望宝爸，意外得知宝爸一直未服药，还费力的请眼镜帮忙找到阿宝。眼镜离开后，阿仁接到医生的消息也赶了过来，眼镜向医生反映了宝爸未服药的情况，要求医院加强管理。阿仁目送眼镜离去，面色阴沉。尽管阿仁用尽手段让东直误认自己为杀人魔，但人的本性是不会撒谎的。东直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以前那个善良的自己，向顾客道歉，给同事泡咖啡，这种平凡的生活才是东直最喜欢的。夜晚公司部门聚餐，因为东直是阿仁身边的红人，本身性格也很好，大家都喜欢跟他亲近。组长老孔面临工作裁员，老婆还在国外花销大，心烦意乱的他喝多了几杯，看到这一幕直接对新人小白发火。善良的东直安慰了小白，还主动送醉酒的老孔回家。第二天大家一直等不到老孔，打电话也没人接，不禁开始怀疑和老孔有仇的东直是否杀人了。这话也让阿仁听到了，似乎又在打什么坏主意。然而实际上东直只是做了一大桌菜，
还留言鼓励老孔摆脱心境的阴霾。男人的崩溃常在一瞬间爆发，老孔激动地流着汗和泪，表达对母亲的深切思念。这时，警察突然来访，老孔一脸茫然。到公司后才知道是阿仁让大家报警的。阿仁担心老孔失联太久，可能出了事。老孔并未多想，被东直的真诚感动，放下了自己的架子，先后和小白、东直达成和解。阿仁感到非常沮丧，他原以为东直杀了老孔才让大家报警。就在此时，私家侦探出现了，他已查明阿仁是连环杀人犯，大张旗鼓地索取一大笔封口费，故意选在人多的公园广场交易。狡猾的阿仁已有对策，他从保险柜中取出专用于与私家侦探联系的手机，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场景转换，阿宝迎来了自己的生日，派出所的同事也送来了生日礼物。根据最新的调令，阿宝将被调至本厅宣传组，从前线转至办公室工作。阿宝失去了继续侦查案件的灵活性，他一度怀疑这是眼镜阻碍他侦查案件的小手段。傍晚，东直下班回家时遇到一直纠缠不清的老七。东直收到了阿仁寄来的匿名包裹，包裹里是阿仁与私家侦探联系用的手机，还有一张威胁的纸条，威胁东直第二天到公园广场交封口费，否则就举报他是杀人魔。东直赶走了老七，他已经落入阿仁的圈套。第二天，东直心惊胆战地前往约定地点，不知老七误以为东直遭遇了诈骗，正在秘密跟踪。到了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当私家侦探给阿仁的手机打电话时，发现了东直。东直拿出所有家当，请求私家侦探放过他。私家侦探等不到阿仁，决定离开。东直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私家侦探冷漠地离开。私家侦探离开后，老七也现身了，他成了东直崩溃之际的最后依靠。回到车里，老七向东直解释私家侦探的真实身份，原来这人之前是警察，因收受黑钱被开除。他经常敲诈黑道，在黑社会中声名狼藉。此时私家侦探还未意识到危险已经迫近，他刚坐上车，阿仁便袭击他，使其昏迷。阿仁早已算准私家侦探不会将车停得太远，趁私家侦探与东直会面之机，轻易地找到了车并设下伏击。他拿走了私家侦探手中的证据，然后将私家侦探的手机关机。他的计划逐渐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夜深时，阿仁发信息给阿宝，称自己知道杀人魔的真身。阿宝立刻将这一信息分享给了东直。东直得知自己在天台上与男胜者打斗的照片被私家侦探拍下，假扮成私家侦探的阿仁向东直证明自己掌握有力证据。紧接着，他给东直发送消息，要求他在1小时内筹集10亿。消息的结尾，阿仁留下一句威胁：如果筹不到这笔钱，你就得想办法如何杀我灭口。东直为了筹集10亿封口费，绞尽脑汁。银行因他一贫如洗而不肯贷款，身边的同事一个比一个穷，东直感到非常焦虑。与此同时，阿宝请阿秀调查那个爆料他的手机，结果发现那是一张未经实名注册的黑卡。这时，一个意外的人物出现了，眼镜约阿宝出来见面。他推翻了自己之前坚信不疑的说法，也开始怀疑8年前的真凶可能是另有其人。阿宝收到的爆料信息让眼镜表情凝重，两人决定联手调查此案。夜里，东直在老七的启发下，跑回家与父亲老陆商量，想用烤肉店作为担保借款10亿应急。但在他开口前，老陆已经开始谈论这家店的历史，这是他走出丧妻之痛的精神支柱，也是保障东直和姐姐顺利毕业的学费来源。东直听后实在不忍心用店铺做抵押。与此同时，阿仁和东直的处境完全不同，曾经高高在上的继母开始讨好他。老徐在对比2个儿子后，决定将公司交给阿仁。看着自己即将成功越过龙门，阿仁加快了铲除东直的计划。画面转换，美女蛇为阿仁筹集到10亿韩元，他因好奇询问钱款用途，差点被阿仁杀害。好在他及时收起了好奇心，表示只要求一个光明的职业前景，对其他事情不做过问。这时，东直给阿仁打了一个电话，美女蛇将手机递给阿仁后离开了现场。东直想向表面上对他很照顾的阿仁借钱，他喝了好几杯酒壮胆，但始终不敢开口。阿仁看着东直喝酒的样子，笑容满面。最后是阿仁主动提出了这个话题，他说10亿太多了，需要时间想办法。两人分手后，阿仁装扮成私家侦探，威胁东直第二天下午4点必须交钱，然后他给阿宝发消息，约他5点见面。阿宝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东直，东直一看到见面的消息就心寒了，这明显是威胁他，如果不按时交钱就会告密给阿宝。无路可走的东直开始练习密室逃生，并准备杀人灭口。他还给私家侦探发了消息，说会按时交钱。阿仁知道东直已经上钩了，他在自己的武器库里模拟了现场，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第二天，东直借了老七的车去了约定的废弃工厂，阿仁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只等东直上台，连环杀人魔将再次行动。然后警方赶到，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东直小心翼翼地准备杀人，他几乎因为过度紧张而累垮，终于鼓足了勇气，打算用《教父》里的经典杀人方法来作案，但他又吓得自己坐到了地上。监控的阿仁简直忧心忡忡。事情发生得很快，
装死的私家侦探突然起身，把东直推倒并逃出了工厂。不过最终还是被阿仁暗算了。追出去的东直把私家侦探重新绑回工厂。阿仁见东直迟迟不下手，只好启动计划 B， 以筹集到钱为由约东直见面。见面时给东直灌酒，帮他壮胆，不断暗示东直只有杀死威胁者，威胁才能永远消失。阿仁还故意火上浇油，谎称接到了阿宝的电话，故意透露阿宝似乎在追查一个重大案件。听到这些，东直大口喝酒，他摇摇晃晃地离开了酒吧。阿仁心想，东直这次肯定会去杀人灭口了。他开始了下一步的计划，伪装成私家侦探向阿宝传递了假消息，内容大致是他原本想向连环杀人魔索要一大笔钱，现在却被对方追杀了。阿宝一行人根据阿仁的指引，找到了私家侦探的车和身份证，对附近展开了搜索。这时候醉醺醺的东直带着钱和杀意回到了废弃的工厂，正准备行动时，又一次被私家侦探打倒，反倒是被私家侦探痛打了一顿。酒精让东直更加大胆，在接下来的扭打和意外的摔倒中，私家侦探死亡。当眼镜和阿宝赶到废弃工厂时，只见到了死去的私家侦探，东直已经不知所踪，一切都在按照阿仁的计划进行。眼镜和阿宝向警方高层报告了这个案件，为了避免引起公众的关注，警方决定秘密重新启动针对连环杀人魔的调查。眼镜安慰阿宝，让他放心，他承诺作为叔叔一定会抓到凶手。阿宝离开后，眼镜立刻给老徐打电话，通话中透露了3个信息。首先，老徐没保存眼镜的电话号码，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其次，眼镜提醒老徐，他是8年前那个女学生命案的办案警察，这是两人最初相识的关键事件。结合这一点，眼镜在连环杀人案重启调查时联系老徐，肯定是因为有些秘密无法隐瞒，需要协商。画面切换，东直因私家侦探之死感到非常不安，他发的信息阿宝不回，打的电话阿宝也不接，幸好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否则不需要警察来找他，女朋友的怒火就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第二天，东直没有去上班，同事联系不上他，非常担心。阿宝联系不上东直，也来到了公司找他，得知东直最近一直心神不宁，现在又找不到人。阿宝正感到疑惑时，阿仁突然出现。阿仁把东直向他借钱，可能遭到威胁的事情全盘托出。阿宝决定亲自去看看。阿宝敲了半天门，东直也不开，他对着门里的东直喊话。阿仁已经告诉他东直可能被人威胁了，东直如果不开门，他就打算在门口不走了。无奈之下，东直只好开门。他一再强调阿仁误会了，他并没有被威胁。这时东直因为身体不适倒下，被阿宝扶住。阿宝这才发现东直发了高烧，东直现在的状况也不适合多说话。阿宝安顿好东直后准备离开，但东直坚持要起身，阿宝坚持让他不要送。东直虚弱地说，我只是想去一下卫生间。阿宝感到非常尴尬。就在东直去卫生间的时候，阿宝意外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箱子，突然想起阿仁曾说东直因为被威胁向他借了很多钱，还记得私家侦探向连环杀人犯索要大笔钱的事情。阿宝感到一阵寒气袭来，猛地回头就看到东直脸色苍白，东直的手藏在背后，正握着一个能致人死命的凶器。阿宝立刻起了疑心。这时阿宝突然看到东直把手藏在身后，看起来像是准备杀人灭口。阿宝上前一查，发现只是个马桶栓。一番虚惊之后，东直让阿宝离开。这时老七发现车内后视镜上有血迹，明明借车给东直前还没有这血迹。下楼的阿宝遇到了老七，向老七询问东直的勒索情况和昨晚的行踪，还问了老七是否认识那位死去的私家侦探。老七明明知道私家侦探的死和东直有关，为了保护东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阿宝回想老孔、智勋、富二代，他们都说曾被东直袭击和恐吓，一次可以是偶然，多次就不是偶然了。阿宝对东直的怀疑达到了顶点。另一边，眼镜去见了老徐，原来是8年前那个女学生命案。阿仁提供了关键证词，说他看到老吴和被害人在一起。随后老徐与警察厅长会面，两人私下谈话后，厅长命令尽快结案。眼镜在医院探望宝爸时偶然见到阿仁，结合最近阿宝的调查，还有私家侦探的死亡情况，眼镜暗示真凶仍未被逮捕。阿仁和老徐在此案中扮演着不可告人的角色。眼镜离开后，老徐愤怒不已，这位老狐狸似乎也打算采取行动了。此刻办公室里的阿仁正在回味关键一击，原来昨晚不是东直杀了私家侦探，而是阿仁给了致命一击，然后伪装成东直误杀的现场。阿仁还提取了东直的 DNA， 故意留下 DNA 给警方一个大礼。阿宝得知现场有疑似凶手的 DNA， 决定设法获取东直的 DNA 做比对。画面突然转换，东直还清了向阿仁借的巨款，他的生活迎来了最黑暗的时刻，无法承受内新的负罪感，东直痛哭流涕，决定去自首。他来到了派出所，东直拿出自己的犯罪日记，准备认罪。突然送来的外卖打破了严肃的气氛，大家误以为他是来向阿宝表白，热情地向东直投食。这时阿宝恰好回来，阿宝看到东直刚用过的筷子，打算悄悄拿去做 DNA 检验。
同事们热心的帮忙收拾餐具，为东直和阿宝腾出了空间。这些意外让东直失去了自首的勇气，阿宝却依然坚持非要和东直一起去烤肉店吃饭。阿宝决心要搞到东直的 DNA。 凭借东直直男的本性，他幸运地避开了阿宝喂肉试图偷取 DNA 的把戏。接着阿宝谎称东直头上有白发，趁检查东直头发的机会准备拔其头发。这时老七突然出现，阻止了阿宝。老七结合之前阿宝对东直的疑虑，断定阿宝是来取东直 DNA 的。饭局中老七故意制造了一个小意外，用自己用过的杯子替换了东直的杯子。阿宝果然上当，拿了老七的杯子去检验。此时东直已经搬空了自己的房子，他准备销声匿迹，避一避风头。老七无条件的支持东直，不断叮嘱东直无论去哪都要记得与他保持联系。另一方面，阿宝的检测结果只显示出老七的 DNA。 阿宝敏锐地意识到杯子被调包了，东直和老七肯定在隐瞒什么。这时眼镜也得知阿宝怀疑某人，阿宝不顾一切决定去找东直当面对质。结果到了东直家，发现家里已经空无一人，这让阿宝更加相信东直是因为畏罪潜逃。画面突然转变，老徐召见了美女蛇。老狐狸通过旁敲侧击的询问，得知阿仁认识已故的私家侦探，而且最近刚动用了一大笔钱。老徐特别嘱咐美女蛇，如果阿仁问起今天的谈话内容，就告诉他老徐已经知道了一切，警告阿仁不要使用任何手段。一边是冷酷的策略，一边是香喷喷的烤肉。平庸的东直有着阿仁所没有的家庭温馨。东直想起犯罪日记上对家人的描述，再看看身边真诚的家人，心里感觉更加自责，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混蛋。明明家里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是自己心里的阴暗扭曲了对家人的看法。这时候阿仁去见了老徐，老徐直接拿出了一份文件，文件是私家侦探死亡现场的 DNA 与阿仁 DNA 对比的结果。老徐明确表示他怀疑阿仁是真正的连环杀手。阿仁强装镇定，解释说他和私家侦探只是因为工作才认识。他打开了 DNA 对比的结果，结果显示和他无关。回到车里，阿仁这才放下伪装，他开始着急的找办法推卸责任，避免后患。打电话给东直，两人约好去喝酒。两人的最后一次狂欢终于到来，在情侣们庆祝圣诞节的夜晚，一个真正的变态和一个冒牌的变态一起喝了致命的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东直喝多了。首先他透露了想要辞职的念头，然后开始反思自己没有把家人朋友的生命放在心上，真是混蛋的典范。混蛋终于到家了，东直不知道阿仁已经打算对他下手，做了个短暂的梦。他迷糊的醒来后离开了，他没想到自己的犯罪日记在他睡觉时被人取走了。阿仁打电话给阿宝，提到了东直辞职的事，还特意提到东直的日记被落在了酒吧。阿宝突然想到日记里可能有东直的秘密，赶紧询问酒吧的位置，急忙过去。之后正准备坐大巴离开的东直发现日记不见了。这时阿仁给东直发了消息，说酒吧那里联系他，好像是捡到了什么东西。东直急忙下车赶回酒吧，阿仁已经把酒吧清场了，把犯罪日记放回了吧台上，并在酒吧中央的显眼位置放了一把足以杀人的刀，然后潇洒地离开了。不久后，阿宝先到了酒吧，他在日记上翻到了让他绝望的血指纹。紧接着东直也到了，他看到阿宝正在翻日记，没有多说，拿起阿仁留下的刀向阿宝走去。阿宝感觉到了背后的危险，猛然回头，东直也在这时缓缓展示了手中的凶器。阿宝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正在这时，阿宝已经看完了犯罪日记。东直抓起桌上阿仁留下的小刀，与阿宝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好几次都有机会下手杀人，但都被自己内心的善良本能所阻止。最终东直被阿宝制服并带走。酒吧外，阿仁看着东直被警察带走，突然大笑。从没杀过人的东直却被当作连环杀手，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紧接着警方开始审问东直。东直在审讯中对犯罪日记上的案件逐一认罪，但唯独对流浪汉的死亡时间有误。东直被犯罪日记误导，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失忆前杀害了流浪汉，实际上流浪汉是在后来的日期被烧死的。警方的眼睛对这个疑点视而不见。当问及与东直关系密切的老七时，东直急忙解释老七是被误导的无辜者。被审讯的老七激动地捶打桌子，坚决不相信东直会无故杀人。这份兄弟情让人感动落泪。第二天，东直对记者承认了自己是连环杀手。这一消息引发了轩然大波，东直公司的电话被打爆，同事们都非常担心东直，有万人请愿要求判东直死刑。东直的个人信息被公开，他家的烤肉店被人涂鸦，遭受众人指责。老陆孤独地喝闷酒，抓到杀人犯的阿宝受到表彰，但他眼前再次出现了宝爸的幻觉，这意味着他还有未解的疑惑。庭审开始，东直积极认罪，案件进展顺利，东直最终被判无期徒刑。老陆大声呼喊这不是真相，坚称自己的儿子不是那种人。阿仁再次露出恶魔般的笑容。东直担心自己的面容吓到别人，不敢与狱霸对视。狱霸生气了，非要看看东直有什么特别之处。东直于是开始了他机智的监狱生活。
阿宝看到宝爸状态不对，不顾医生的劝告，把他接回家。宝爸再次出现，象征着阿宝的潜意识。东直几次想要杀害阿宝，却始终未能下手，把犯罪日记的行为强加在东直头上，显得很突兀。阿宝感觉到了其中的蹊跷。这时候阿仁也没有闲着，他让美女蛇重复老徐的谈话内容，然后又追问美女蛇是否怀疑他杀了那个私家侦探。感觉到危险的美女蛇坚称凶手是东直，这样他才避免了一场灾难。阿仁让美女蛇去查一查，是谁在背后让老徐怀疑他。接着阿仁接了医院的电话，得知宝爸已经被阿宝带回家了，他立刻打电话约阿宝出来。送花是好，实际上是想说服阿宝把他老伴送回医院，结果却碰到了告白的车祸现场。阿宝结清了宝爸的住院费，拒绝了阿仁的好意。他决定要查清楚东直的案件，正好有人送枕头，他想睡觉。东直的同事阿浩带来了东直留下的遗书，连阿浩这样的普通人都觉得有问题，更不用说一个连环杀人犯会突然写遗书自杀。如果东直真的要杀人，应该会首先选择让他背黑锅的老孔和阿浩。阿宝觉得自己离真相越来越近了。老七带着老陆一家人去探监，在见东直前，老七还特意嘱咐大家不要哭，要珍惜探监的时间。结果东直一到，老七哭得最伤心。东直为了让家人不再为他伤心，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狂，表示没有必要再见面。晚上，阿宝根据最新的线索整理情况，推理出东直捡到了那本犯罪日记，失忆后误将犯罪日记当成自己的，这就导致了他后来性格的大变和误解。另一方面，阿仁发现是眼镜在背后让老徐怀疑他，立刻明白了眼镜已经知道8年前的那个案子的真凶是他，现在眼镜想利用这件事来谋取好处。想到这里，阿仁开始考虑如何消除这个威胁。第二天，阿宝和父母一起看电视，电视上出现了关于东直的报道。宝妈立刻认出这是之前经常帮他遛狗的那个年轻人。宝妈说，那个月晚上东直在帮他们遛狗，但犯罪日记上写的却是他当时在选杀人地点。除了这个疑点，阿宝还想到了那个废弃的工厂。作为前刑警的私家侦探，肯定知道那种偏僻的地方非常适合杀人和抛尸。如果按现在的情况来看，私家侦探勒索东直一大笔钱，他怎么可能还敢单枪匹马的去会面？兵贵神速，阿宝立即去见东直。他发现东直缺少了杀害私家侦探的记忆，而私家侦探是把东直约到废弃工厂的人。阿宝拿出东直的遗书，并阐述了他推理出的案件真相，从东直失忆后错误地认领了犯罪日记开始，到真正的凶手在背后推波助澜，最终导致东直被冤枉入狱。东直觉得阿宝的推理太荒谬，他在阿宝面前背诵犯罪日记上的案件内容，试图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阿宝立刻发现了矛盾点，东直被犯罪日记洗脑，以为流浪汉是在月日遭受攻击而死，实际上流浪汉并未在攻击中死亡，直到月日才在家中被人纵火烧死。不幸的是，探监时间到了，阿宝承诺要为东直洗清冤屈。东直表态，他说他清白的身体将留给他。阿宝带着疑问去找眼镜，眼镜给出了一个官方的解释，现在的结果对大家都是好事，警方因此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宝爸也能按工伤获得赔偿。他说没有必要因为所谓的真相而让一切化为泡影。阿宝失望地离开了办公室，随后他神情突变，他决定不让任何事情阻挡真相大白于天下。场景突然转变，眼镜去见老徐，只要他肯开口，阿仁的连环杀人犯身份就能立刻曝光。面对老徐承诺的高官厚禄，眼镜仍不满足，老徐的笑容逐渐消失。另一边，阿宝从审讯室监控中得知，眼镜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流浪汉死亡时间的问题，但他故意把东直塑造成杀人魔。阿宝在电话中质问眼镜，真正的凶手是谁？就在这时，眼镜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一直在跟踪眼镜的阿仁感到困惑。这时老徐打电话召见他，接下来他们父子的对话震撼人心。眼镜是被老徐安排人处理掉的，老徐总说阿仁从小就很像他，这种相似包括了对生命的冷漠态度。老徐并不介意阿仁杀人，反而因为阿仁擅长毁尸灭迹而赞赏他。老徐最终决定让阿仁继承公司的掌门人位置。为了保护另一位血亲，他已经让志勋去国外了。老徐离开后，阿仁再次露出了变态的笑容，一个人即将上天堂，一个人即将下地狱。身在监狱中的东直郁郁寡欢，他在苦恼自己是否真的有心理问题。这时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东直偶遇8年前被阿仁诬陷为杀人凶手的老吴，他上前询问关于8年前的案件，却被脾气暴躁的老吴推开，导致自己撞到头。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些碎片化的记忆，为了找回完整的记忆，东直开始做出一些鲁莽的行为，这些行为也引来了狱警的注意，他还被误认为是在打架闹事，结果和老吴一起被关进了禁闭室。东直从老吴那里得知了一些信息，8年前他看到一个男人在给女学生下药，那名女学生后来被害了，但是相较于长相凶恶的老吴，警方更愿意相信看起来清白的人，他们没有采纳老吴的证词。东直这才相信了阿宝之前的话，真正的凶手是别人。
是东直在失忆后误将真凶的犯罪日记当做了自己的。这一刻，东直感到极度委屈，大哭起来。他一直在背负着不属于自己的罪名，这期间那种疑神疑鬼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东直向老吴求助。就在这时，情节突然转折，老吴让东直帮忙搬开厕所的马桶，一个地道出现在他们眼前，仿佛《肖申克的救赎》的情节重现。老吴时不时因打架被送来惩戒室，他竟然在3年的时间里真的挖出了一条地道。但据老吴说，因为监狱的伙食太好，他吃胖了很多，已经钻不进这条地道了。东直知道老吴不信任警察，但他相信阿宝能帮他恢复清白。他拒绝了老吴的越狱提议，主动去找监狱所长，表达了想见律师并要求重新审理的意愿，并把自己被真正的杀人犯陷害的情况全盘托出。但所长断定狡猾的东直在说谎，命令人将他带走。原来所长早就被阿仁用重金收买了。这时东直彻底与世隔绝，无助至极。另一方面，阿宝对眼镜之死感到非常可疑，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那个撞死人的货车司机已经在律师的操作下恢复了自由。普通的货车司机顾不起经验丰富的律师，除非有人事先为这次的杀人罪行做了安排。带着疑问，阿宝急忙前往货车司机的家，但是邻居告诉他，货车司机一家突然移民到了国外，线索就此中断。阿宝无奈，只好去找东直寻求新的线索，却被告知东直正在接受惩罚，禁止探视。显然这是监狱所长的安排，这又是阿仁的一条走狗。东直一直等不到阿宝，老吴一直在抱怨警察不可信。东直听得气愤极了，怒斥老吴自己不逃跑只会煽动他。老吴终于说出了真相，他即将出狱，不想冒险再添罪名。老吴不希望东直重蹈覆辙，在监狱里等待亲人离去，生活腐朽。东直感到十分纠结，但相比老吴，东直无疑更幸运，至少还有阿宝在外面努力为他奔波。阿宝认为眼镜可能知道关于杀人魔的重要信息，这是他突然被杀害的原因。于是阿宝赶到眼镜的家，借口缅怀前辈，借走了眼镜在事故现场留下的遗物。夜里，阿宝在遗物中发现了一盘老式磁带，磁带严重受损，只能隐约听到眼镜与一个男人讨论杀人魔的身份。阿宝立刻想找人修复磁带，他出门后发现周围有异样，他去查看时突然被人袭击。这时东直突然坐了起来，把正在煲电话粥的狱霸吓了一跳。原来阿宝被袭击只是东直的噩梦。第二天，阿宝去他常去的店修磁带，但发现店门紧闭，打电话才知道店主出门，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挂断电话后，阿宝惊讶地发现附近的监控被破坏了。就在这时，东直的噩梦变成了现实，阿仁袭击了阿宝。画面突然转换，东直仍然无法忘记昨晚的噩梦。他从狱霸那里获得了一部手机，打电话关心阿宝的安危。接电话的却是阿仁。阿仁把手机放在昏迷的阿宝耳边，脸上露出变态的笑容。电话接通了，却没有人回应。东直突然意识到接电话的不是阿宝，果然杀人魔对阿宝下手了。阿仁挂断电话后关掉了手机。东直终于失去理智，他急忙打电话报警，称连环杀人魔要杀阿宝。警察感到困惑，因为东直不是在监狱里吗？狱警发现东直在打电话，一旦手机被没收，东直就彻底与外界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东直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既然不能依靠警察，他决定越狱去救阿宝。东直清除了前方的障碍，他盯着那条散发着异味的逃生路线，忍住恶心，开始了他的救赎之路。这时狱警在巡视，老吴假装生病，试图拖延时间，但警觉的狱警还是发现了东直的逃跑。老吴像疯了一样缠住狱警，为东直争取时间。同时阿仁驾驶着阿宝的车来到了偏僻的河边，他打算伪造阿宝因为眼镜之死而自杀的假象。突然阿宝的警用对讲机传来东直越狱的消息，最关键的是越狱后东直还主动报了警。原来东直故意声称要为阿宝报仇，杀人魔从监狱逃出，还公然要犯罪。警方一片混乱，开始检查阿宝的手机和车辆定位，部署警力寻找阿宝的下落。这一次被算计的是阿仁，警方很快找到了阿宝。阿仁已经摧毁了所有线索并逃跑了。苏醒的阿宝还在想为什么对方没有杀死他，他突然听说东直越狱，完全懵了。此时东直不仅偷了老奶奶的衣服，还偷走了他的自行车。这一系列行动流畅而迅速，给那家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画面突然转换，郁闷的阿仁回到家，发现老徐因东直越狱的事已经先他一步来过。阿仁反复保证会处理掉东直。这时老徐突然转移话题，指出阿仁的书柜有问题，似乎发现了书柜后面的杀人密室。父子间的气氛异常紧张。第二天，警方开始大规模搜捕东直，还派了一个新手来保护阿宝，这让阿宝想要调查东直的行踪变得非常不便。此刻东直家的烧烤店内挤满警察，老陆大喊着混账东直不再是他的儿子。他的本意是不希望东直傻乎乎的回家撞在警察的枪口上，不知道东直能否理解父亲的苦心。天亮时，东直偷偷的去找阿宝，却被一个毫无经验的警察发现了，在逃跑过程中突然被人抓走。
幸好抓他的人不是阿仁，而是他的好朋友老七。老七看到东直这身打扮，感觉他没被发现简直是天理难容。他给东直带来了衣服和一大包巧克力，这简直就像在喂食一个遭遇不幸的小公主。知道了全部真相后，老七笑得像个50岁的孩子。他因为长得凶而被排斥，误打误撞进了黑道。他早就想离开这个肮脏的环境，直到他遇到了仗义直言的东直，这才下定了决心。东直赶快提醒老七，他被误认为是连环杀人犯。老七对东直说，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拳头，而是来自于坚强的内心。认清自己是谁，在善与恶、强与弱之间的选择，只有自己能决定。两人随后回到正题，他们想找一个只有东直和阿宝知道的地方交换信息。东直立刻想到了他们常去的密室逃生店，两人迅速前往那家店。由于东直以前常去，店铺名声不好，已经快要倒闭了。东直猜想，如果阿宝想找他，迟早会来到这里。他还没想好要留下什么信息，意外的在密码箱里发现了一张约定见面的纸条。东直一看，不禁喜出望外，看来阿宝和他想到了一块。终于到了约定见面的那一天，阿宝借推宝爸散步的机会出门，阿秀设法支开了那位无经验的警察，双方终于在纸条上约定的公园见面了。阿宝因为东直为他越狱而疯狂地打他，明明没在一起，两人却撒了一地的狗粮。但就在此时，阿宝的一句话让东直感到不寒而栗。没想到陆东直这么多鬼点子，竟然用这种方法约我见面。东直大吃一惊，原来密室逃生的密码箱里的纸条并不是阿宝留的。他突然感到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陷阱。此时许多警察已经赶到现场，阿仁面露微笑，原来是他在密码箱里放了纸条，将两人约到这里。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阿仁设了个圈套，诱使东直去公园与阿宝见面，同时匿名向警方报告了东直可能出现在公园的信息。他认为抓到东直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了。关键时刻，阿秀像对阿宝一样信任东直，引开了警察。东直又一次侥幸逃脱。夜里，警察来到阿宝家询问他的安全情况，他们坚决保证不让东直再接近他。警察刚走，东直就悄悄出现了。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此时东直正隐藏在阿宝的家中。随着东直案件的逐渐升温，老徐对阿仁的态度急剧变冷，似乎要和童世勋一起重新选定集团的掌门人。阿仁眼神中露出凶狠，他必须要先找到东直。此刻阿宝和东直正前往东直当初捡到犯罪日记的那栋大楼，他们试图唤醒东直的记忆。途中他们联系了老七，但老七告诉他们那栋楼已经重新开放，现在人来人往，一去就会被发现。一个计划不行，还有别的办法。老七建议东直再撞一下头，可能会恢复记忆。说着还停车演示了一番。一个计划不成，还有第二、三、四、5计。这就是我们机智的老七。帮东直恢复记忆的最好办法，可能就是见见他最熟悉的家人。现在东直家和烤肉店周围都布满了警察，老七索性带着东直一家人去了他手下黑帮的办公室。这家人就在这奇特的环境中见面了。东直在生死边缘疯狂寻找线索，他断断续续的记忆最终拼成了整体。他终于记起了大魔王阿仁。从这一刻起，轮到东直开始追捕阿仁。他留了一张纸条给家人，假装记忆还没完全恢复，装作想不起来凶手是谁。阿仁为了找到东直，果然按照东直的预料来到了烤肉店。纸条上的内容成功的误导了阿仁。夜里，东直打电话给阿仁，假装寻求帮助逃亡。阿仁被纸条误导，以为东直还没记起凶手是他，表现得非常热心。东直提议在他之前被捕的酒吧见面，他非常了解阿仁的心理，还故意迟到，让阿仁感到烦躁和压力大增。接下来的对决中，东直完全占据上风。他假装哭诉自己不是杀人魔的对手，趁阿仁得意之际，东直在自己的酒杯里下了药，然后狠狠地把一把鼻涕塞进有洁癖的阿仁手里。趁阿仁恶心的疯狂时，东直突然开始剧烈的哭泣，他趁机悄悄交换了他们俩人的酒杯。说到撒娇，男人一旦开始，真是没法停止。一切都准备好了，东直诱骗阿仁一起喝了交杯酒。阿仁不知内情，溜进卫生间打算报警抓人。这时药效突然发作，东直慢慢走向他，说出8个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还露出一个俏皮的笑容。阿仁气得当场晕过去。东直把阿仁装进车里，开始执行第2阶段的计划。由于阿仁没完成的报警电话，警方担心东直可能再次伤人，紧急根据定位追踪到阿仁的家。东直的计划很简单，借助警方力量搜索阿仁家中的线索。遗憾的是，警察没找到阿仁的密室。东直决定实施最终计划，他拿起武器走向阿仁，没想到阿仁已经醒来，并且已经挣脱了捆绑。一番激战后，阿仁占据了上风。环顾四周，发现没有监控，阿仁开始毫无顾忌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他不打算再伪造自杀现场，恨不得立即杀死东直。阿仁万没想到，这也是东直的计划的一部分。东直早就安装了微型摄像机，录下了一切。至于阿仁手里的武器，一开始就被东直做了手脚，不能杀人。东直拍下阿仁的口供，抓起摄像机就逃跑。没想到有人比他的接应人老七先到，带走了东直。
阿仁追出来，看到熟悉的车牌，脸色愈发难看。老七赶忙向阿宝报告情况，半路出现的神秘势力让老七困惑。阿仁急忙返回家中，家里被翻得一团糟，但密室没被发现。阿仁刚松一口气，接到一通令他心寒的电话，老徐悄悄把志勋接回国了。阿仁气得要爆炸，刚刚带走东直的车居然是老徐的，把这一切联系起来，这是老狐狸终于对他动手了。阿仁再次拿起凶器，化身成恶魔，以他的性格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另一边，阿宝找到了美女蛇，在他的巧妙询问下，阿宝推断绑架东直的正是老徐，而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地点，那就是老徐常去的林中小屋。正如阿仁和阿宝所猜测的，绑架东直的确实是老徐。老徐在他的林中小屋周围布置了警卫，这是大老板和小职员陆东直第一次见面。老徐的目的很简单，给东直提供大笔的钱和一个海外身份，条件是东直对阿仁的事保持沉默，东直永远不能回韩国，也不能联系家人和朋友。东直很惊讶，老徐竟然一直知道阿仁是杀人魔，好人和狡猾的人不是一路人，东直不可能让阿仁继续逍遥法外，杀害无辜。他愤怒地告诉老徐应该如何教育儿子。这时志勋突然慌张地跑来，原来阿仁又杀人了。志勋把东直带到房间安顿好，反复嘱咐他不要乱跑，但东直的智慧再次占据上风，他怎么可能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只见他敏捷地爬窗户逃了出去，接着他傻眼了，老徐的警卫已经全部被杀。此刻屋中父子三人的对话很不愉快，老徐对阿仁一次次杀人后的善后工作很不满，他正要宣布对阿仁的惩罚，志勋突然拿起猎枪，猛地把枪口对准了阿仁。但哥哥终究是哥哥，阿仁轻松地从手软的志勋手中夺过枪，看着自己的小儿子即将被杀，老徐慌忙下跪求饶，他答应用所有家产换取志勋的安全。他本不该说出这些，这话激怒了阿仁。老徐一直教育阿仁要强者为尊，现在却因为弱者志勋而放弃一切，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阿仁一怒之下杀死了老徐，看着阿仁打光了子弹，志勋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乖乖地给阿仁送上子弹。阿仁的枪口再次对准了志勋，他追问东直的下落时，志勋正好看到窗外的东直，跟着志勋的视线，阿仁也看到了东直。真正的疯子和假装的疯子再次达到对立的境地。阿仁无法忍受父亲偏爱志勋，于是开枪杀死了老徐，然后发现了门外的东直，射击未中，东直逃走了。东直的关键证据，一台微型摄像机被志勋偷偷拾起。阿仁没有追赶东直，他在酒中下药，然后将酒递给志勋。他已经策划好一系列毒辣的逃脱计划。逃出的东直遇到了前来帮助的阿宝和老七，东直将阿仁的滥杀及弑父的事全盘托出，同时预测阿仁会先报警。果然如此，阿宝接到了同事的电话，阿仁报警称是东直杀死了老徐。东直告诉阿宝，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藏在书中的微型摄像机，一旦找到，有了铁证，阿仁只能服罪。阿宝随后赶到现场，警方对志勋的审问无果，阿仁紧紧控制着志勋。志勋经过阿宝时，突然用口型向阿宝示意，藏有微型摄像机的书在书架上。场景一转，阿宝虽找到了书，但书中的存储卡已经不见了。这时阿仁已经顺利掌控了公司，尚未成功。志勋唯唯诺诺地跟在一旁。东直他们决定一定要和志勋接头，询问存储卡的下落。东直首先利用阿宝的警察身份，让同事们相信真凶是阿仁。同事们在尝试接近志勋时发现，阿仁已经彻底隔断了志勋与外界的联系。这时东直又想出了一个计策，开始公开传播公司的内幕，并声称老徐的死里有猫腻。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轰动。阿宝借此机会申请传唤阿仁协助调查，并向警方高层保证，只要给他半天时间审问，连环杀手就能被抓到。另一边，志勋手握存储卡，心情焦虑。突然美女蛇出现了，志勋下的存储卡掉落，美女蛇迅速捡起了存储卡。志勋害怕美女蛇告发他，急忙解释存储卡是阿宝的，与他无关。这时阿仁突然回到现场，美女蛇急忙说明他是来传递消息的，警方将要传唤阿仁和志勋。回到了办公室，美女蛇看到了存储卡内阿仁杀父的视频，惊讶地捂住了嘴。在阿仁被审问的同时，对付连环杀手的计划全面启动。阿浩他们在公司没有找到志勋，东直早就预感到阿仁在隐藏人方面非常小心，他和阿浩分头前往阿仁家搜索，结果一无所获。东直在和阿宝通电话时，怀疑阿仁家里有秘密室，阿宝那边用了测谎仪，阿仁还是波澜不惊。审问的时间快到了，东直加快了搜索的速度。东直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叫《物种起源》的书，细看之下，这本书竟是开启秘密室的机关。东直进入秘密室的瞬间，秘密室的门又关上了。阿宝回到审讯室，发现形势不利，阿仁的律师到场了，几句话就利用法律漏洞，提前结束了阿仁的审问。阿仁刚走，阿宝接到了美女蛇的电话，美女蛇说是要带志勋传话给阿宝。阿宝开车去见美女蛇，同时给老七打电话，提醒他们阿仁已经离开警局。
让他们尽快离开阿仁的家。一直在外望风的老七进屋，却发现东直不见了。阿宝立刻猜到阿仁家里真有秘密室。此刻东直在秘密室发现了智勋，但他们不知道怎么离开秘密室。阿仁坐在办公室里，通过监控观察密室里的两人。阿仁脸上露出疯狂的笑容。这时阿宝急忙赶来与美女蛇见面，结果在一间亮着灯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阿仁，正准备抓捕阿仁，没想到阿仁反击，出其不意地攻击了阿宝。原来这一切都是阿仁策划的。阿仁因为智勋过于听话而起了疑心，于是派美女蛇去试探，果然查到了存储卡和背后的阿宝。结合网上的爆料和警方的突然传唤，阿仁立刻猜到这是东直对他的反击，索性利用这个机会一网打尽东直和阿宝。此时美女蛇正坐镇监控室，充当阿仁的眼线和耳朵。阿仁开始执行他的最终计划，他命令东直杀掉智勋，否则他将立即杀死阿宝。看到东直有所犹豫，阿仁劝说东直，语气苦涩。东直想起智勋的种种恶行，最后他带着恐怖的表情冲向智勋，鲜血缓缓滴落，汇成一滩。阿宝不敢继续观看，阿仁笑得像一朵食人花。离开密室后，东直终于见到了老七。此时剧情再次反转，原来密室里的血是东直自己的。他利用监控盲区自伤，让智勋假装死亡，这样成功的骗过了阿仁。东直在暗中策划对阿仁的反击，阿仁也不会真的放过东直和阿宝，他等着东直前来营救阿宝。届时他计划杀死阿宝，并将罪名嫁祸给东直。阿仁准备用的作案枪械是老徐的猎枪，他为这一天早已做好了准备。老徐死时，阿仁骗警察说猎枪是被东直带走的，等待东直的将是一个绝境。这时阿仁接到了美女蛇的电话，警方已经到达楼下。阿仁急忙让美女蛇阻拦警方，警方随即被困在电梯中。此时监控室的美女蛇也露出了奇怪的表情。与此同时，警方救出了假装死亡的智勋。阿仁看着这一幕怒不可遏，他拿起枪对准了阿宝。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的那一刻，门外传来了东直的声音，他立刻追了出去，果然是他一直与之斗争的宿敌东直。东直擦去脸上的血迹，脸上的表情从疯狂变得更加疯狂。东直不断提及智勋设计阿仁的事，阿仁非常生气地盯着东直，未能击中后，东直逃走了。阿仁转身又抓住阿宝当人质，他用滚烫的枪管烫伤了阿宝，逼迫东直现身并乖乖听话。这时东直本能地回想起看过的犯罪电影中的对策，脑海中突然浮现阿仁犯罪日记的内容。东直的表情突变，露出疯狂的笑容。阿仁在自述中自称为猎杀弱者的变态，但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弱者。阿仁在犯罪日记中大骂自己的家人，却从未提及他最爱的亲生母亲。尽管他对老徐、继母、智勋心存怨恨，阿仁还是忍气吞声地巴结他们多年。他只敢向无辜者发泄愤怒。阿仁的畸形自尊遭到了挑战，东直抓住机会发起攻击，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他们从站立到倒地不断激烈缠斗。这时阿宝的对讲机突然传来警察支援的消息，阿仁这才意识到东直一直在拖延时间。愤怒的阿仁决定结束一切，却再次被敏捷的东直躲开。阿仁重新将目标转向阿宝，怒不可遏的阿仁再次找到东直。挣脱束缚的阿宝此时瞄准了阿仁。基于反派不按常理出牌的原则，阿仁先发制人打伤了阿宝。就在阿仁准备补枪致命一击时，东直如暴龙般扑向阿仁，双方再次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最终一同冲向高楼的窗户。一道黑影破窗飞出，坠楼的正是阿仁。噩梦终于结束，美梦开始。经历这场大难后，东直梦见了已故的母亲，还闻到了童年的味道。而在现实中，阿宝充当母亲的角色正躺在他身边。画面忽然转变，阿仁躺在病床上沉睡，他坠楼时恰好落在了一辆垃圾车上，侥幸捡回一命，但因脑部受损无法动弹。阿宝望着阿仁，不禁感叹他仿佛被困在了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阿宝和东直离开时遇到了穿着整齐的美女蛇，他的恶行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最终借助东直和阿宝的证词，加上警方在阿仁家发现的杀人密室，阿仁的连环杀人罪名已无法逃脱。警方特别感谢东直，若非他坚持正义，此案可能会变得无法收拾。案件终于告一段落，大家重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老七开始在东直的烤肉店帮忙，遇到闹事的客人，他的中二性格就会显露出来。阿宝最终战胜了内心的恐惧，成为了犯罪心理分析师。他在首个案件中就成功救出了被绑架的小女孩。东直开始经营密室逃脱生意，许多人因为追星而来到他的店里，生意相当不错。东直利用空余时间把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准备将其出版成书。书的名字定为《精神变态日记》。东直的书终于出版了，他生动的叙述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病房中的阿仁已经苏醒并逃出，阿仁正出现在他新书的签售现场，紧盯着他。这时阿宝给东直送来了祝贺的鲜花，卡片上的话让东直非常高兴。晚上东直的好友们来到他的烤肉店庆祝新书发布，这是剧中最轻松的时刻，大家放松地开始聊天。酒过3巡后，东直一个人回到小店去锁门。不远处，
脸色惨白的阿仁正盯着他。阿仁一路跟踪东直到前台，通过监控发现东直在房间里打扫卫生。阿仁拖着伤腿闯入房间，乱刺一气，却发现刺的只是一个人偶。这时门外有人锁上了门，来人是东直。原来早上阿宝送花时，花上附赠的卡片写的不是祝福语，而是阿仁从医院逃走了。两人预料到阿仁会来找东直复仇，于是设下了圈套，录制了东直在房间打扫卫生的视频。东直故意晚些时候回电，为阿仁创造行动机会，用视频诱骗阿仁进入房间并将其锁住。阿仁惊慌失措。东直之所以如此费力，是因为担心报警会让阿仁不敢出现。现在的东直信心满满，他要求阿仁道歉后才放人。阿仁失去了往日的傲气，乖乖认输。东直真的放他走了，但阿仁高估了自己，即便是1对1的对决，阿仁已不是东直的对手。最终阿仁再次被捕，等待他的将是应有的惩罚。一切终于尘埃落定，阿宝和东直一行人去探望了宝爸，宝爸的情况已大有好转。然后他们在车上又聊起了东直被撞的那次意外。其实东直被撞不完全是阿宝的错，那时东直因为自杀未遂感到非常沮丧，他见证了阿仁对流浪汉施暴后又懦弱的逃跑，被车撞死其实是东直内心深处的期望。阿宝在安慰东直，他的潜意识里制造出宝爸的幻想，这使他对真相和疑点视而不见。东直的潜意识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消极，尽管面对许多诱惑和误导，东直仍旧本性难移，坚持做好人。这样的人怎能不给他点个赞？东直被阿宝的夸奖逗笑了。在大结局时，真假变态各自找到了他们的归宿。阿仁面临的是无尽的刑期，为了已经出狱的老吴，他故意犯事再次入狱，谎称马桶下是逃生的路，这让阿仁气得七窍生烟。对于阿仁这种人渣，清醒的服刑比昏迷一生更加痛苦，这是他应受的惩罚。至于东直，依靠丰富的观影经验和特别的思维方式，成为了阿宝的破案顾问。